大家好，我是邱炳，我现在来到了新疆的吐鲁番。今年的新疆之旅就从吐鲁番正式开始了。吐鲁番这个名字，相信大家非常熟悉了。吐鲁番的葡萄，吐鲁番的火焰山，这个地方夏天是非常炎热啊。据说这是中国夏天最炎热的地方，看新闻是达到了将近50度。我现在呢是去火焰山路上看到啊，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房子，以前没有见过，从而我就下车来看一下。吐鲁番是夏天比较炎热，冬天比较寒冷，不过今天还是挺舒服的，10来度。大家看一看这些房屋是不是有点奇怪啊？自从进入到吐鲁番境内，我就看到很多这样的房屋，高速上也看到了。一开始我还觉得很奇怪，这个到底是干什么的？结果下了高速之后，这个路上看到了全部都是密密麻麻的，这些房屋全部是用泥土砖砌成的，中间还弄了很多孔，上面是木头加上泥土覆盖而成。我们走进去看看里面有什么。大家猜得到这些是干嘛的吧？我刚才查了一下才知道，这些是酿葡萄的房子，里面就是这样的情况。你看上面是不是有很多铁丝啊？可能当时葡萄就挂在上面，还有这些棍子上面也弄了可以挂东西的。主要是由于吐鲁番这个地方盛产葡萄，那葡萄是一种水果嘛，你采摘下来，如果不进行操作的话，很快就会烂了。那么他们就把收获来的葡萄放在这个晾晒房里面晒干、风干，这样就变成葡萄干了。他们收葡萄的时候，这里天气温度还是比较高的，把葡萄全部挂在这个房间里面，又能够通风，温度又比较高，这个葡萄水果呢，很快就变成了葡萄干。附近全部是这样的那个房子，就证明这个地方产葡萄量是非常大的。这些全是葡萄藤吧？在南方的人没见过这样的房屋，一开始还真不知道是干嘛的。这我是查了一下才知道，因为一直觉得奇怪，这个路上能看到这些房屋，你如果不是近距离看，还以为是人居住的。那这些房屋我们就看完了，继续朝着火焰山进发。在不远处看到好多葡萄园，现在看起来是光秃秃的，如果到了夏天和秋天，这里完全是不同的景象，可以说是生机勃勃。看完了酿葡萄的房屋，我们继续前行，来到了火焰山这里。今天先不看火焰山景区后面再去。现在来看一个位于火焰山脚下的古老村落。据说呢，这个村落是新疆最古老的一个村落，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2000多年应该属于春秋战国时期了。不过那个时期，这里应该是我们常说的西域。古村落就在前方啊，在这里看的是比较清楚。这个村落不光是历史比较悠久，它的建筑呢也是非常具有特色的。我们平时在山西、中原大地或者南方看到很多古村落，他们的建筑形式、建筑材料很多呢是采用石头、砖或者木头，而这个古村落呢却是与众不同，它全部是采用泥土建筑形式，就跟我们在河西走廊或者是在新疆其他地方看到的古城池留下来的那种城墙遗址都是用夯土的，那么这里差不多全是用泥土的。这样的建筑形式是非常少见的，可能也是跟其他地方一样因地制宜才建造了这样的房屋。这类房屋估计大部分呢是2层。我们现在就去村子里面走一走，看一看。这样纯泥土建造的村子啊，我还是第一次见。以前在其他地方偶尔看到1、2栋、2、3栋房屋是用泥土建造的，而这里呢基本都是。已经来到山谷里面了，在这里能够更清晰的看到这些老的房屋。刚才我们是在马路上面，它这个地方呢是叫做土峪沟，一条比较长的沟壑。我们刚才
穿越那个火焰山的时候，一直都能看到巨大的那个鸿沟，而那个村落呢，就在鸿沟的旁边。大家仔细看看这些房屋，看的是非常清晰啊。有一些是比较老的，有一些可能是现在重新修缮的。旁边还有一些果园、葡萄树，也是依山而建的房屋，跟我们在南方看到的一样。南方是依山傍水，这里呢也是依山。已经进来了，门票是30块钱。这张照片挺好看的，房屋都在山脚下面。来到这里，发现有很多拍写真的以及卖葡萄的。我刚刚在外面也看到，因为吐鲁番这个地方盛产葡萄嘛，很多地方都有卖的。等一下逛完了，我们看有没有需要买一点葡萄干。在这里看到很多拍写真的，这个就跟我们去年在甘肃鸣沙山月牙泉那里看到的一样。这里有个古民居展示，免费参观，也是好多拍写真的来这里打卡的。看到没有，这些都是有一定年代感的物件，上面有一个缝纫机，下面还有煤油灯，这些都很少见了。现在以前小时候点过啊，现在真的很少。这个是叫床还是叫炕呢？有点类似啊，是不是一家人坐在这个上面聊天吃点东西？这里也摆放了很多服装，这算不算是异域风情啊？我们平时说写真服装，在这里呢，以前真的有人穿这种服装，包括现在有一些人可能也会穿这种服装。这些服装还挺好看的。继续往里面走，这里感觉像是一个民居博物馆一样，展示了很多我们以前使用过的东西。这如果是一家人，这个房屋就非常大呀。因为这一块呀，大西北都是地广人稀，很多人的房屋都有一个大的院落。村口这边拍写真的占多数，这个也正常，因为很多游客来都喜欢异域风情嘛，在这边准备好服装，然后去那个半山腰的村落拍写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我们说的西域以前指的就是在新疆这一块呀，过了玉门关、阳关之后就是西域了。这个村的全称应该是叫做土峪沟麻扎村，中国的传统古村落，地处呢火焰山的南麓，面积大概达到了12万平方千米。土峪沟麻扎村是中国第一个伊斯兰教圣地，号称中国的麦加，它是佛教传入中国的重要驿站。在这个里面呢，还有一个千佛洞，是新疆著名的3大佛教石窟之一。不过非常可惜的是，现在正在修缮，我们进去参观不了。村里呢保存完好的生土建筑群，堪称中国第一土庄。这个村落呢到现在大概是有2600多年的历史。如果按照我们现在记载的文化，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不过那个时候这边属于西域啊，还不是属于中原文化。麻扎呢在维语中是墓地的意思。按照资料记载，这个村算是守墓人的后代。按照资料记载，穆罕默德创立了伊斯兰教，他的弟子呢5个人来到中国传教，一路东行来到吐鲁番，遇到当时一位牧羊人，随后呢他们就结伴来到这个土峪沟，在一个山洞中修行。后面6人1犬修行成功，最终成圣。他们去世之后，后人将他们葬于此洞，因此呢土峪沟麻扎又有7圣贤墓之称。现在还是属于在村子的外围，还没到核心的地方。这些房屋都挺有意思的，跟我们之前看的是不太一样吧。走在这里会让你感觉来到了我们经常影视剧中存在的西域。这边的房屋也是根据山体的形式建造的，层层叠高上去，一眼望去啊，全是泥土的世界。哎，我看到他们这些房屋上面还加盖了酿葡萄的，那么他们可能就是说有一些在田地里面酿葡萄，有一些在家里酿的，因为在上面都能看到。随便找1-2栋房子看看有没有人居住。这些
应该都是上个世纪建造的房屋了。看这里面，感觉跟窑洞差不多，有炕，然后里面还有一些放东西的。这边还可以走上去，它里面跟我们平时看的窑洞差不多。那么建造的方式可能也是这样。走上去看看，全是黄泥土啊！黄泥土的世界，灰太大了。真的感觉跟在黄土高原一样的。如果是在那一块，是不是会出现我们经常说的，你家的屋顶是我家的院子？等一下我们上去看了就知道了。这里还有那个烟囱，就证明他们冬天如果睡在里面的话，也是一样要烧炕的。这个地方冬天比较冷，夏天是非常炎热的。我猜想他们晚上睡觉的话，弄不好就是在这个屋顶，包括那一边的屋顶，因为太炎热的话，里面是很难睡得着的。我刚才看了一下，都没有装空调，那么很有可能就是在这个屋顶睡的。我们以前小时候也是一样的，如果太热，要不是在院子里面睡，要不是拿个凉席在那个客厅的地上。这个村子里面特别多桑树啊，有一些呢有700-800年的历史。上面好像关了，我们就不上去看了。来到这个村落，看到很多这样巨大无比的床，是叫床吧？有知道的可以说一下，是不是他们家族就是好几个人晚上坐在这个上面吃饭聊天，是不是这样？还是说跟在黄土高原看到的炕一样？走到这里能够看到很多那些以前的工具啊，还是挺有意思的。这些我们平时也是在景区里面看到的，而在这个地方以前的生活方式出行可能就是这个，因为这里属于当时的一个交通要道啊。当时的西域商人前往中原，他们都是通过马车运送的。你看，这是为了防滑，也是为了保护这个木头。在这里看到非常有意思的护队。之前我们在中原、山西以及南方很多古老的建筑啊都有护队，门当户对嘛，这是他身份的象征。而这里呢也有护队，不过呢它的意思不太一样，它主要是节假日挂灯笼的，这就是它们的区别。这栋房屋估计也有100-200年的历史了。这里的房屋是维吾尔民族的传统民居，这里的房屋基本上都是用黄泥土建造而成。不过呢，它有好几种形式，土木结构，还有一些呢是窑洞，有一些呢是2层楼房结构，底层为窑洞，上层为平房。刚才我们已经看到窑洞形式的布局了。在这里就看得非常明显了，屋顶是有那种晾晒葡萄的，就跟我们在刚才来的那里看到一样。来到这里，感觉就像来到了一个泥土王国一样的。这些房屋都是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因为新修的跟老的完全是不一样。我感觉它以前上面应该还有东西，只不过是由于时代的关系、时间的关系，很多没有了，就跟我们看无人区很多房屋没有屋顶，大概是一样的道理。你像那里就屋顶保存的比较完好了。这些全是土坯房子，经常说石头王国，这里就是黄土王国了。放假了？对。你们读书是在哪里？就在下面。在县城是吧？没有。哦，以前你们是住在这里吗？不是，我们已经搬走了。就以前是住在这里是吧？对。现在这里面还多少人呢？没人了，都搬走了。全搬走了。对，就是只是来买东西的。就是做生意的。对。我一开始还以为这里面还有人居住，碰到刚才2位当地的小姑娘，她们说这里现在已经没有人居住了，全部
搬移到旁边去了，有一些可能去县城或者去市区居住了。可能这种房屋以前建造的，生活不是那么方便，就跟我们在山西看到的很多古村落一样，重新在不远处建立了一些新的房屋，以便用来居住，那样住得更舒服，生活也更方便一点。这个不管是在哪里，基本上都差不多。来这里打卡拍照的人是真多啊，也确实是如此。这里很多东西展示的和我们在其他地方看到的有点不一样，服装是一部分，然后整个民居里面也是有所差别。在这里看到一个特别好玩的，用羊去拉这种小车，也是拉着游客进行观光的，跟我们看到的观光车一样。这我还是第一次见呢。这些房屋估计都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比较传统，全是那种黄泥砖堆砌而成。这个马扎村的历史确实是非常深厚，从建村一直都有资料流传保存下来，特别是从西汉开始，马扎村呢这一块受谁管辖，发生了什么事情，都是有详细的资料记载的。你像我们熟悉的西域国、车师、高昌都管辖过这里。唐代呢，马扎村属于高昌县。我在这个村落逛的时候，有一些地方已经不能去参观了，写的是危险，可能是有一些房屋太久没有住人，变成了危房了。说真的，很多地方很多这些建筑啊，大家如果有时间去看的话，还是要早点去看，说不定由于有什么变化就参观不了了。你像这里的千佛洞就是在修缮维护，现在我们无法参观。我看了一下资料，修缮维护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整体来讲，这个古村落还是挺有意思的，也算是西域的一种文化代表。那这个视频我们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个视频再见。